昨天去听了一家独立书店老板的 AI 工作流分享，他用全自然语言进行编程，从头给自己的书店搭了一套完整的后台加前端系统。但我听完之后最有感触的不是他用了什么工具和方法论，也不是 Web Coding 可以搭建如此重的系统，是这套系统完全是从他的真实生意里面长出来的。他先有一家真实的书店，有卖书业务，有线下活动，有社区成员，有内容，有每天在发生的运营问题，这套系统才能长成它今天的样子。这次分享让我重新校准了自己对 AI 工作流的认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一聊到 AI 脑子，你就会先想到工具、网站、自动化和 agent。但是如果没有真实问题、真实需求、真实流程和真实反馈，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空架子。比如每个人都可以花5分钟时间 web coding 一个个人网站，然后呢，这个网站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求职、是招商，还是仅仅展示 AI 能力？真正值得用 AI 系统化的东西，通常已经在线下表格、文档、聊天记录或者手工流程里面重复发生非常多次了。AI 的价值不是让一件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看起来更高级，而是把那些已经验证过的重复劳动、判断节点和协作流程稳定下来。听完分享之后，深受启发的我开始连夜整理辅助自己工作的 AI 系统，它像是一个专属于我自己的工作台，利用我过去半年探索留下的海量数据，记录项目进展，复盘关键判断，沉淀方法论，也会提醒我每周把目标放到少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来。因为我发现一个人工作的时候，最大的风险不是效率低，而是太容易不受主线约束的发散。比如今天看了一个新视频，明天想学一套新工具，不断分散精力，却以为自己在努力前进。有时候真正重要的是收尾一个项目，去市场里验证一个判断，整理可复用的流程，删除一个非必要的功能。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值得马上工具化。如果一个流程还没有跑通，过早利用 AI 进行工具化，只会把混乱放大。AI 能帮人提效，但前提是你已经知道什么值得被提效。总结一下，来福书店老板的这个案例对我最大的提醒是，AI 系统并不是从工具开始的，而是从真实生意、真实项目和真实判断里长出来的。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，不仅是我会搭多少工具，更是我如何理解一个项目，如何拆清楚边界，如何判断什么该做，什么可以先放下。AI 把执行门槛降到最低，AI 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会不会用工具，而是能不能判断什么是值得系统化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素婷，一个产品设计师出身的 Builder，现在正在用真实案例拆解 AI 系统的边界。